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。在中國農曆新年前的最後2天，趁着下周一美股也休市，我想還是提前做一期節目做個總結吧。在這裡，我首先祝各位馬年大吉，身體健康，投資順利。這一周，蘋果暴跌 8%， 谷歌跌 5.3%， 亞馬遜跌 5.5%， Meta 跌 3.3%。七巨頭裡，只有特斯拉逆勢漲了 1.5%， 微軟勉強持平。按理說，這些公司加起來占了標普500接近1/3的權重，他們這麼跌，標普應該崩了吧？結果呢，標普500這周只跌了 1.39%， 道瓊斯跌了 1.23%， 這就有意思了。科技巨頭在流血，但市場沒有崩盤，為什麼？因為錢沒有離開市場，只是換了個地方。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一周到底發生了什麼，美股下周會怎麼走。咱們先看大盤。2月9日到13日這一周，標普500指數跌了 1.39%， 從周一的6941點跌到周五的6836點。道瓊斯工業指數跌了 1.23%， 從周一的50121點跌到周五的49500點。納斯達克指數跌得最慘，跌了 1.8%， 從23066點跌到22546點。但這裡面有個細節很關鍵。雖然3大指數都在跌，但道瓊斯這一周還是創了歷史新高。周三2月11日，道瓊斯盤中突破5萬點關口，這是它歷史上第一次。什麼概念？就是說，雖然科技股在跌，但道瓊斯裡那30家藍籌股公司，比如卡特彼勒、GE、伊頓電器這些工業股在漲。再看一個數據，標普等權重指數，也就是不管公司大小，每家公司权重都一樣的指數，這一周創了歷史新高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市場裡大部分公司在漲，只是那幾家超大型科技公司在跌，把整個指數拖下來了。這就是典型的板塊輪動。以前大家抱團科技股，現在發現工業股、能源股、原材料股也能賺錢，而且估值便宜。就像你炒股，以前全倉壓一支票，現在分散了，買了好幾隻不同行業的股票，風險分散了，但某一支票跌得狠的時候，你的總資產也不會崩盤。我手上有張熱力圖，是2月9日到13日這一周美股板塊表現的可視化，紅色代表下跌，綠色代表上漲。你一眼就能看出來，最大的紅色方塊是半導體產品，跌了 0.01%。但咱們得一個個說這7家公司。先說蘋果，這周的大輸家跌了 8.03%。蘋果為什麼跌這麼慘？有2個直接原因。第一， Siri 的 AI 升級又跳票了。本來市場預期2月中旬會推出新版 Siri， 結果彭博社2月12日報道說，蘋果內部已經把時間推到5月，甚至可能更晚。你想，大家都等着看蘋果在 AI 上怎麼翻身，結果一直在拖，投資者當然不爽。第二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的主席 Andrew Ferguson 給庫克寫信，要求審查 Apple News 的內容審核政策，說有人投訴 Apple News 打壓保守派媒體。這事兒本身可能不大，但市場最怕的就是監管壓力。2月12日周三這天，蘋果單日暴跌 5%， 創下自去年4月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。更要命的是，蘋果今年開年至今已經跌了接近 9%， 是道瓊斯工業指數裡表現第2差的股票。分析師怎麼看？很多人認為蘋果估值太貴了，遠期市盈率還有31倍，但增長只有個位數。iPhone 銷量增長乏力，新產品又沒有革命性突破，你憑什麼值這個價？然後是亞馬遜跌了 5.48%。亞馬遜這周被資本開支嚇到了。2月9日這周，亞馬遜公布2026年的資本開支計劃，2000億美元，比之前預期高了500多億。公布當天，股價暴跌 5.6%。投資者的邏輯很簡單，你們瘋狂建數據中心，但這些投資能不能轉化成利潤？亞馬遜的雲服務 AWS 增長確實強勁，但問題是競爭對手也在瘋狂投資。如果大家都在建數據中心，那最後是不是會產能過剩？而且這2000億美元大部分要花在買英偉達的 GPU 上，建數據中心上。萬一 AI 泡沫破了怎麼辦？谷歌跌了 5.31%。谷歌和亞馬遜是一樣的問題。同樣在2月9日這周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了2026年的資本開支計劃。1750億到1850億美元，這個數字比分析師預期的1150億美元高出 60%。錢都花在哪兒？AI 數據中心、GPU 芯片採購，聽起來需求很旺，對吧？
但投資者在想，你們花這麼多錢建數據中心，回報週期得多久？所以股價跌了。不過，谷歌的基本面其實還可以，它的 Gemini AI 模型在2025年已經追上了競爭對手，搜索業務依然賺錢，而且它躲過了被拆分的法律風險，估值也相對合理，遠期市盈率在28倍左右。所以這周雖然跌，但跌的不算最離譜的。Meta 跌了 3.28%。Meta 這周跌的比其他幾家熟一點。Meta 現在的問題是，它公布的資本開支計劃比其他幾家還要激進。2026年 Meta 的資本開支要超過1000億美元，但市場對 Meta 還算友好。為什麼？因為 Meta 的基本面扎實，它第4季度的收入增長 24%， 達到599億美元，超出分析師預期。而且 Meta 預計2026年第1季度收入增長 30%。更關鍵的是，它的廣告業務還在賺錢，日活用戶還在增長，估值也便宜。Meta 的遠期市盈率只有28倍，在7巨頭裡算最便宜的。所以雖然這周跌，但跌幅最小。英偉達跌了 1.4%。英偉達是7巨頭裡體量最大的，市值超過 4.5 萬億美元，但這周它只跌了 1.4%， 算是相對抗跌的。為什麼？因為英偉達2月25日要公布財報，市場在等這個財報。現在市場對英偉達的態度很微妙，一方面亞馬遜、谷歌、微軟、Meta 這些公司2026年加起來要花3800多億美元，大部分會買英偉達的 GPU， 這是確定性需求。另一方面，投資者也在問，這個需求能持續多久？如果 AI 應用的變現速度跟不上投資速度，那這些公司會不會減少採購？2月13日周五這天，英偉達跌了 2.2%， 雖然全周只跌了 1.4%， 但投資者的擔憂在加重，大家在觀望。微軟漲了 0.04%， 微軟這周幾乎持平，但今年開年至今已經跌了 12.5%， 是7巨頭裡年初以來表現最差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它的 AI 變現路徑還不夠清晰。雖然 Azure 雲服務增長強勁，但投資者開始質疑，投入這麼多，回報週期得多久？微軟現在的估值是遠期市盈率31倍，增長率只有 11% 左右，這個性價比不高。所以雖然這周沒跌，但投資者對它的信心不強。特斯拉漲了 1.54%， 特斯拉是7巨頭裡這周唯一上漲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它宣布2026年的交付量增長目標是 47% 到 59%， 這個數字讓市場稍微鬆了口氣。特斯拉這幾年一直在掙扎，交付量增長放緩，競爭壓力加大，但這次它給了個比較積極的指引，所以股價反彈了。但記住，特斯拉的估值是遠期市盈率195倍，它必須用增長來證明自己，否則這個估值根本撐不住。現在咱們來回答一個核心問題，為什麼這一周科技股跌得這麼慘？我總結3個原因。第一， AI 投資回報的擔憂。這周最大的新聞不是某個公司業績暴雷，而是市場開始認真審視一個問題， AI 公司的天量資本開支到底值不值？你想，亞馬遜、谷歌、微軟、Meta 這些超大型雲服務商2026年加起來的資本開支要超過3800億美元，這些錢大部分都要花在買英偉達的 GPU 上，建數據中心上。但問題來了，需求真的有這麼強嗎？還是這些公司在相互軍備競賽？如果 AI 應用的變現速度跟不上投資速度，那這些資本開支就会變成利潤的拖累。這就是為什麼亞馬遜公布2000億美元資本開支後，股價大跌。市場在說，你們別光顧着花錢，告訴我們怎麼賺錢。更麻煩的是，這周市場還出現了 AI 自動化恐慌。2月11日周三，有消息說，某個新的 AI 自動化工具可能會讓軟件行業、金融服務行業和資產管理行業的很多崗位消失。結果這3個行業的股票集體暴跌，一天之內市值蒸發2850億美元。你說諷刺不諷刺？大家投資 AI 股票，結果 AI 反過來可能把這些公司的飯碗給端了。軟件股 Unity 這周暴跌 25%， 年初至今已經跌了 57%。遊戲股 AppLovin 跌了 42%， Roblox 跌了 22%。這些公司以前都是科技股的明星，現在都被 AI 嚇得不輕。第二，板塊輪動，當錢從科技股流出，它不會消失，而是會流向其他地方。這一周錢都流到哪兒去了？工業股、原材料股、能源股、消費必需品股，
為什麼？有2個原因。一是經濟數據好於預期。2月11日周三公布的1月份非農就業數據顯示，新增就業13萬人，遠超預期的 5.5 萬。失業率 4.3%， 也好於預期的 4.4%。這說明經濟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差，實體經濟還在正常運轉。二是 AI 基礎設施建設會帶動上游需求。雖然軟件公司可能被 AI 替代，但建數據中心需要水泥、鋼鐵、電力設備吧？運營數據中心需要工業制冷設備吧？所以這一周，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公司 Vertiv 暴漲 24%， 因為它公布的4季度業績超預期。卡特、比勒、GE Vernova、伊頓電器這些公司這周都漲了。這就像1849年加州淘金熱，不是每個淘金的人都能發財，但賣鐵鍬和牛仔褲的 Levi's 賺了大錢。現在也一樣，不管 AI 最終誰贏誰輸，建數據中心的需求是確定的。第三，利率預期沒有改變。2月13日周五公布的1月份 CPI 數據顯示，核心 CPI 環比上漲 0.2%， 同比上漲 2.4%， 略低於預期的 2.5%。核心 CPI 同比上漲 2.5%， 符合預期。聽起來是好消息，對吧？通脹在降，但市場的反應很微妙。CPI 數據公布後，標普500周五只漲了 0.05%， 幾乎不動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數據既不夠低到讓美聯儲大幅降息，也不夠高到引發恐慌。現在市場預期美聯儲2026年會降息2次，每次25個基點，總共50個基點。但美聯儲自己在1月份的會議上暗示可能只降息1次，這個預期差就讓科技股很難受。科技股最需要的是低利率環境，因為他們的估值模型對利率非常敏感。如果降息預期落空，科技股的估值就得繼續承壓。說完了這周的表現，咱們來展望下周，也就是2月16日到20日這一周。我先給你劃重點。下周美股周一休市，因為是總統日假期，所以實際交易日只有4天。下周有2個重磅事件。第一個重磅，英偉達財報。雖然英偉達財報是2月25日才公布，但下周市場會開始預熱，這可能是2026年最重要的單一股票事件。為什麼？因為英偉達現在就是 AI 投資的風向標。如果英偉達的業績和指引強勁，那整個 AI 板塊都會跟着漲。如果不及預期，那可能引發新一輪拋售。目前華爾街的預期是第4季度收入655億美元，全年收入2133億美元，調整後每股收益4.69美元。高盛和美國銀行的分析師都認為英偉達會超預期。高盛預計收入會比預期高20億美元，達到673億美元。為什麼這麼樂觀？第一，雲計算巨頭的資本開支狂潮，亞馬遜、谷歌、微軟、Meta 這些公司2026年加起來要花3800多億美元，大部分會買英偉達的 GPU。第二，英偉達的新一代芯片架構 Blackwell 已經開始出貨，而且性能很強。Blackwell 比上一代 Hopper 的推理性能提升10倍，能效提升25倍。更關鍵的是，下一代 Rubin 架構已經在量產了，預計2026年下半年開始出貨。第三，需求還在加速。英偉達的 CFO 在今年年初說，到2026年底，來自 AI 產品的收入會超過之前預測的5000億美元。但是注意，這裡市場可能已經把好消息價格進去了。英偉達從去年秋天的高點已經跌了 13%， 現在的遠期市盈率是 24.9 倍。這個估值不算高，但也不算便宜。關鍵是，如果英偉達只是符合預期，而不是大超預期，那股價可能還會失望。所以我的建議是，如果你已经持有英偉達，財報前不用動。如果你想買，最好等財報出來再說，因為這個財報太關鍵了，賭錯了代價很大。第二個重磅，一堆經濟數據。下周會公布一系列重要經濟數據。2月18日，1月份工業產出，美聯儲 FOMC 會議紀要。2月19日，1月份待售房屋銷售，沃爾瑪財報。2月20日，第4季度 GDP 初值。12月份個人消費支出。2月份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。這些數據會告訴我們經濟到底強不強，通脹到底頑不頑固，美聯儲到底會不會繼續降息。特別要關注沃爾瑪的財報。沃爾瑪2月19日公布財報，市場預期很好，因為雖然消費者信心不高，但必需品消費還是穩定的。而且沃爾瑪在供應鏈管理和成本控制上非常強，這在經濟不確定的時候是很大的優勢。
下周重點關注的板塊和個股。基於以上分析，我認為下周可以關注兩條線。第一條線 AI 基礎設施，雖然 AI 軟件股在跌，但 AI 基礎設施股在漲。什麼叫 AI 基礎設施？就是那些為數據中心提供設備和服務的公司，比如 Vertiv， 這是一家提供數據中心冷卻和電力系統的公司，它這周股價暴漲 24%， 因為它公布的四季度業績超預期，而且2026年的指引非常強勁。為什麼？因為數據中心建的越多， GPU 裝的越多，越需要它的冷卻系統。類似的還有 Supermicro Computer， 它是英偉達的服務器合作夥伴，還有台積電，它是英偉達芯片的代工廠，預計2026年收入增長 30%。 這些公司的邏輯很簡單，不管 AI 最終誰贏誰輸，建數據中心的需求是確定的。第二條線，防禦性板塊。當科技股估值受壓的時候，市場就會去尋找那些估值合理、有穩定現金流的公司，比如能源股，今年原油價格相對穩定，能源公司的盈利能力強，而且分紅高。工業股受益於 AI 基礎設施建設，同時經濟數據顯示製造業在復甦。消費必需品股，沃爾瑪、克羅格這些公司，不管經濟好壞，大家都得買日用品。醫療保健股，這是永恆的防禦性板塊，估值便宜，收益穩定。最後我想說，2026年的市场正在經歷一個轉折點，從 AI 狂熱走向 AI 理性。這個過程會很痛苦，但也會帶來真正的機會。科技股在恐慌，可能是買入優質公司的機會，但其他板塊在狂歡，也要小心泡沫，不要追漲殺跌，要看清楚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。市場永遠在波動，但好公司終究會漲回來。好了，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這期內容，別忘了點讚訂閱。再次祝各位新年快樂，咱們下期再見。